为什么作为西王母使者的三青鸟会诡异的出现在沙漠的古船当中？三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，找了这么久，总算有点线索了。吴邪等人进入魔鬼城后，却意外发现了悬在半山腰的古船。可这里明明只是干旱的沙漠，怎会有如此大的古船出现在这里？但这一幕却吓坏了向导扎西，紧接着告诉众人里面可能藏着恶徒，但几人偏偏不信邪，非要上去一探究竟。可他们刚来到古船的船舱，对讲机中就传来诡异的信号声。正当他们准备继续向前走去，堆积的沙子瞬间发生塌陷，众人也全掉进船舱的下一层。阿宁的手下也被陶土盒子压住，几人合力准备将它抬出，可陶土盒子太重，几人压根就抬不起来。先把这东西的盖子抬下来。等一下，这不是个普通的陶土盒子，这是一个棺。很显然，这里肯定不是海底沉船，而是一个海葬墓室，并且吴邪发现棺材上的花纹都是连贯的，知道这正是汉代椒江墓。只见吴邪拿出火机在棺材上烤了起来，随后用水浇在火烤的位置，果然棺材盖慢慢显现出来。可吴邪却将自己开棺闭起尸的德行全然抛在脑后。整个棺盖了。去把人赶紧撤。随后吴邪等人合力将棺盖掀开，而里面的尸身却在慢慢发生变化。别可演化，是椒江墓开棺之后的正常现象。你跟我把棺材抬起来。安宁，你把人拖出来。救出人后，发现了棺内的三青鸟图案。相传，作为凤凰前身的三青鸟，不仅是西王母的使者，更像华夏的龙一样具有神性的吉祥之物。看来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小可。可诡异的是，棺内人的衣服尺寸明显比身体大上很多。正当吴邪想上前仔细查看时，却不小心误触了棺内的机关。好在古船年代久远，机关早已失效。棺椁里到底是什么？应该是西王母的至亲。西王母，我在服下丹药续命，但是无力回天。你看这具尸体，18岁，身体不可能这么小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他的身体逆生长。由此看来，墓主人生前吃下西王母炼制的丹药，不仅没能让他续命，而且死后还让他的身体发生畸变。正当众人讨论着西王母的失败之作时，船舱内竟突然燃起鬼火。阿宁上去查看，竟发现鬼火后面藏着一张人皮。看着眼前诡异的一幕，难道这里真的有恶童不成？而就在这时，有人却突然倒在地上。眼看当下情况不妙，众人决定赶紧离开这里。飞爪给我。现在他们不仅没弄清灵火后的东西，更糟糕的是，这灵火还发出有毒的气体。幸好吴邪发现一处薄弱的舱壁，踢开一个口子后，众人才顺利的从古船中逃离出去。殊不知更致命的危险正在等着他们。他们先让扎西将所有人集合起来，随后让人将古船中的陶罐搬了出来。更诡异的是，每个陶罐中还封着头骨，而且这些头骨的直径比罐口的还要大。此时有人将头骨拿出，里面却突然冒出一个红色的虫子。这头脑对劲，你没有东西。随后大量的飞虫从陶罐中飞出，吴邪认出这东西正是尸鳖王。要知道当初在七星鲁王宫时，仅是一只就差点让他们全部交代在那。而面对眼前密密麻麻的尸鳖王，众人二话不说便开始逃命。在手忙脚乱下，还有人踢翻了陶罐，致使更多的尸鳖王蜂拥而出。紧接着阿宁拉着吴邪就跑。有最精确的后乱